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于正称白鹿单扛白月泛星，观众看法不一。近日，著名制片人于正在其社交媒体上高调宣称，青年演员白鹿在即将开播的古装剧《白月泛星》中担扛重任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这一言论不仅在粉丝群体中激起了波澜，也引起了众多观众的热议。大家对于白鹿能否真正担扛这部剧集持有不同的看法。支持者认为，于正的言论是对白鹿演技与魅力的高度认可。白鹿自出道以来，凭借在《招摇》《周生如故》等作品中的出色表现，逐渐在影视圈崭露头角。她所饰演的角色，无论是坚韧果敢的女主，还是温婉可人的家人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网友表示，白鹿的演技一直在进步，相信她能够驾驭《白月泛星》中的角色，为观众带来新的惊喜。此外，于正作为业内知名的制片人，其眼光向来独到，他对白鹿的力挺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一份信心保障。然而，也有部分观众持保留意见，他们认为，虽然白鹿的演技可圈可点，但单扛一部剧并非易事，尤其是像《白月泛星》这样备受瞩目的古装大剧。首先，剧集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主演的演技，还需要剧本、导演、配角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。一位网友评论道：“一部剧的成败不能只靠一个演员，白鹿固然优秀，但其他因素同样重要。”其次，有观众担心于正的宣传方式过于高调，可能会给白鹿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反效果。希望白鹿能够顶住压力，用实力证明自己，而不是被过度的炒作所淹没。一位粉丝如是说道。此外，还有一些观众对于正的言论持怀疑态度。在过往的案例中，于正常常以夸张的宣传手法来吸引眼球，这使得部分观众对其言论的真实性存疑。有网友调侃道：“于正每次宣传都这么夸张，到底有几分可信度？”他们认为，在剧集正式开播之前，所有的宣传都只是噱头，真正的好坏还需要观众自己去评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无论外界如何看待，白鹿本人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。她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与粉丝互动，分享拍摄过程中的点滴，并表示会全力以赴诠释好角色。这种低调务实的态度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究竟白鹿能否如于正所言单扛这部剧集？答案即将揭晓，观众们早已摩拳擦掌，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一场关于单扛的讨论都将成为影视圈中一段有趣的佳话。2. 白月泛星9看点：白鹿、敖瑞鹏前世虐恋，今生欢喜冤家。白月泛星9大看点：白鹿、敖瑞鹏前世虐恋，今生欢喜冤家。这部剧到底凭什么这么吸引人？说到《白月泛星》，开播不久便点燃了不少观众的追剧热情，这种情绪不是毫无来由。前世虐恋与今生欢喜冤家的设定，足以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。白鹿饰演的聪慧狡黠小凡人，遇上敖瑞鹏的高冷妖王，掀起了一场既甜蜜又充满张力的碰撞。这样的双强对戏，让人一不小心就陷入其中，连着几集看下来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抛开仙侠这个标签，整部剧的吸引力还有更多值得深聊的地方。角色设定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。白鹿饰演的白竹，是一个从小对修仙执着追求的少女，聪慧又带点小机灵，偶尔还会展现出一丝小狡黠。表面看，她不过是个凡人，但转世之前，她却是神界中美丽又孤独的星月女神。她的前世经历了被深爱之人亲手毁灭的惨烈结局，转世之后却没有带着仇恨重生，而是坚定地踏上了修仙路。
从神到人的转变，让他的成长轨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他的智慧和勇气也成了故事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。而敖瑞鹏饰演的范月，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存在。他的前世是冷酷无情的妖神天启，曾为了自己的执念伤害了最爱的人，也因此背负了深重的罪孽。今生成为妖王范月，他的记忆虽然失去了，但他的冷漠气质却还保留着几分。在白竹的世界闯入之后，他逐渐从冷漠走向柔软，从怀疑到信任，再到默默守护，整个过程显得真诚而自然。这样的角色转变，不仅丰富了他自身的层次，也让观众能够深切感受到他与白竹之间微妙又复杂的情感。剧情的设计没有过多纠缠于情感线单一推进，而是将情感和冒险紧密结合。白竹悟悉神器无念时，从此与范月的命运绑在了一起。两人携手踏上冒险旅程，一路破解谜题，斗妖降魔，逐渐从最初的互不信任到彼此依靠。这样的转变显得层次分明，张力十足。故事既有欢喜冤家式的轻松互动，也不乏宿命带来的深沉矛盾。两人看似不断错过，实际却是在命运安排下寻找各自的答案。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部剧对前世与今生的情感探讨。月迷和天启的前世虐恋，不是一句爱而不得就能概括的。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神妖世界，他们背负着各自的宿命，最终却因误会而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。白竹和范月今生再次相遇，是宿命的安排，还是他们试图弥补前世遗憾的一种途径？这不仅是剧情的核心问题，也是观众在追剧过程中不断思考的一个点。宿命和自由意志的碰撞，让这个故事多了一层深意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剧中对白竹的成长刻画非常细腻。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被救赎者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需要依赖男主的角色。相反，他在与范月的互动中表现得既聪慧又有担当，甚至某些情节中，他的主动性和坚持成为了范月改变的契机。这种彼此拯救的关系，让人很难不为这对角色动容。至于剧情中的冒险部分，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。从静幽山的迷雾谜题，到菩提村的神器之争，每一段冒险都设计得十分精巧。它不仅是对主角们智慧和勇气的考验，也是推动角色关系深入的重要环节。白竹和范月在冒险过程中逐渐放下前世的执念，开始面对真实的彼此。这种在战斗中成长的情节设置，为整部剧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。除了角色和剧情，剧中的视觉效果同样让人眼前一亮。无论是上古神界的恢宏气势，还是妖族世界的神秘阴森，每一处场景的设计都非常讲究，细节满满，让人看得欲罢不能。再加上白鹿和敖瑞鹏的默契对戏，情感流动自然流畅，完全能够把观众拉进他们的世界里。如果非要说这部剧有什么特别打动我的地方，那就是它通过一个虚构的仙侠世界，反映了我们对爱的种种困惑和期望。爱是选择还是宿命？是在执念中迷失，还是在成长中重新寻找？这些问题藏在每一段对白、每一个情节中，随着故事的推进悄然浮现。或许这才是这部剧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。看完前几集，脑海中不禁浮现一个问题：假如你有机会打破宿命，能否真正弥补过去的遗憾？这个答案或许每个人都不同，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，让这部剧充满了吸引力。无论是课堂、看冒险，还是探讨命运与选择，白月繁星都能给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出口。如果还没开始追，不妨趁现在开启这场奇幻又深刻的仙侠之旅。看完之后，我们再聊聊你的答案是什么。